戴安是一位新婚不久的年轻妻子，几天后她将与丈夫迎来一个可爱的孩子。可是就在她即将临盆的前几天，意外却突然发生了。在一个平常的夜晚，她被丈夫发现在家中遭遇了袭击。警方在介入后，由于缺乏线索，导致案件迟迟没有进展。就在他们一筹莫展时，奇迹发生了。被下了病危通知书的戴安凭借着顽强意志幸存了下来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后，他向警方讲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也就是这条线索让警方成功抓获了凶手。本以为此案就此了结，但没想到案发的几十年后，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塔斯汀，它位于南加州的中心地带，距离洛杉矶仅30英里，人口约7万5千人，是奥兰治县下属的一座城市。主人公戴安1959年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，他的父亲是空军飞行员，母亲是服装店老板。从小被母亲带大的她，成为了一个性格独立、非常要强的女性。18岁那年，戴安在一次偶然间遇到了未来的丈夫凯文。凯文比她大1岁，是一名现役空军机械师。两人相识的经历非常浪漫，和电影桥段差不多。当时戴安在酒吧喝酒时遭遇了醉汉的骚扰，同在酒吧的凯文看到后出手帮助了他。也就是这次特别的经历让他们互相产生了好感，于是很快确定了情侣关系。这段感情一开始就遭到了戴安父亲的强烈反对，原因是他曾经也是一名军人，他知道一个女人在嫁给军人后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还有就是凯文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这也导致他的父亲对凯文并不看好。可是正处在热恋期的戴安已经认定了凯文，任何反对声他都听不进去，所以他的父亲也就只好勉强答应了。恋爱1年后，戴安和凯文顺利结婚，婚后不久他们就有了一个惊喜，戴安怀孕了。这个消息让这对新婚不久的夫妻兴奋不已，他们都非常期待着孩子的到来。戴安购买了很多育儿方面的书籍，凯文重新粉刷了房间，添置了新的家具。当戴安足月时，他们甚至还给孩子取好了名字。然而就在他即将临盆的前几天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所有计划。1979年9月30日凌晨2点左右，当地警局接到了凯文歇斯底里的报警电话。他报告称妻子在家发生了意外，需要寻求警方的帮助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和医护人员很快来到了现场。当时戴安满脸是血，正躺在床上大口喘着粗气，他的头上有一处很大的伤口，下半身一丝不挂，似乎是遭遇了枪击和侵犯。由于情况紧急，戴安被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抢救。心急如焚的凯文原本打算陪着妻子一起前往，但是由于警方需要了解情况，所以他被拦了下来。凯文对这一行为表示不理解，此刻他根本没有心情接受询问。不过警方再三坚持，只需要回答几个问题后就可以离开，所以凯文也只好答应了。接下来警方询问了他关于这天中发生的所有事情。凯文表示，戴安已经超出预产期近2周了，最近他的情绪一直很低落。早些时候他们自愿发生了关系，活动结束后他们又在家看了一场电影，本打算电影结束后就直接睡觉的，但是在这期间他们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一气之下他就摔门而出，离开了家。走出家门后，他看到了一名可疑男子正在一辆黑色面包车旁边瞎逛，由于当时他正在气头上，也就没有过多关注。之后他就去了家附近的快餐店购买了一份汉堡。当他再次返回家中时，已经过去了近40分钟了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，他的妻子在家遭遇了袭击。在简单了解完事发经过后，警方采集了凯文的生物信息，之后他被允许离开。此时正躺在医院的戴安情况并不乐观，他由于脑损伤已经陷入了昏迷。经过医生的确认，戴安并不是遭遇的枪击，而是被钝器所伤。另外医生还认为戴安在事后有过被侵犯的迹象，在他的体内发现了男性的体液。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，但是由于技术原因，当年还没办法做 DNA 鉴定，只能通过分析血型来确定凶手的身份。不过考虑到目前还没有嫌疑人，加上凯文说早些时候他们发生了关系，证据可能已经被污染，所以这项检测并没有执行。
后续在对案发现场检查后，警方没有发现凶手留下的任何线索，而且家里的贵重物品也没有丢失。根据这些迹象，警方判断这名凶手一定是有着丰富经验的犯罪人员，而且他的作案动机只是单纯的性犯罪。得出结论后，警方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工作。在对整个事发经过梳理后，他们发现了一些与其他案件相关联的地方。戴安在受害的1年内，当地接连发生了5起针对女性的犯罪事件。这名一直没有被抓到的凶手代号叫卧室捕食者，他的作案对象全部都是18到27岁之间的白人女性，居住的地点也都是低层公寓，而且他的作案手法一向是先把受害者打晕，然后再实施犯罪。这所有的细节都与戴安的遭遇不谋而合，因此警方判断戴安很可能也是被这名连环杀手所害。为了避免下起悲剧的发生，警方展开了大量的侦破工作。他们首先对该地区有过犯罪前科的男性一一进行了审讯，不过这些人在经过核实后全部都被排除了嫌疑。这件事情在经过媒体报道后，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恐慌，枪店的生意开始变得异常火爆，原本夜不闭户的人家也纷纷加强了防备。当时的警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虽然他们非常想抓到这名凶手，但是由于缺乏线索，他们一时间也不知道从何下手，能做的也只有加派人手，增加巡逻次数这一个办法。在没有破案的那段时间，凡是超过10点以后上街的可疑男性，只要被巡警看到，就会被带到警局接受问话。尽管警方展开了一系列高强度的工作，但是案件的进展一直停滞不前。就在他们一筹莫展时，奇迹发生了。案发的3周后，已经被下了病危通知书的戴安凭借着顽强意志存活了下来。不过可惜的是，他未出生的孩子没能保住。虽然戴安已经完全清醒，但是由于脑损伤让他丢失了记忆和说话的能力。通常这种情况是不可逆的，但是也有一定概率可以恢复如初。医生建议戴安的家人一定要定期去做康复训练，还有就是在没有完全恢复之前，不要回答他提出的任何问题，因为这可能会对他的记忆产生影响。出院后，戴安由于需要照顾，他被接到了父母家里。经过母亲的悉心照顾，戴安的情况好转了许多，不过他仍然记不起当晚的事发经过。直到3个月后，在一次做康复训练时，无意间发现的一本育儿杂志彻底激发了他的记忆。他拉着母亲的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然后又指了指自己的婚戒，激动地说道：“是凯文袭击了我。”这个突如其来的回答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，谁也不会想到一个丈夫居然会对怀孕的妻子做出这种事情。为了验证戴安的说法是不是真的，母亲把他带到了心理医生那里。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，戴安讲述了案发当晚的所有经过。根据戴安的说法，案发那晚早些时候，他们在家看了一场电影。由于身体不舒服，电影还没有结束，他就回房间休息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凯文突然走进房间，想和他发生关系。正睡意朦胧的他拒绝了凯文的要求，但没想到凯文突然变得非常暴躁。因为这件事情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。最后凯文打了他，还强行达成了自己的目的。凯文这种蛮横的态度让他非常伤心，于是他决定报警。在他拿起电话的那一刻，凯文拿起一个重物狠狠地砸向了他。心理医生在听完戴安的描述后，认为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于是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警方。警方在得到这个消息后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先前他们一直没有考虑过凯文的作案可能。不过由于受害者讲述了完整的事发经过，所以他们还是对凯文进行了调查。通过一系列调查后，警方也确实发现了很多可疑的地方。首先，凯文有过家暴史，而且还有严重的酗酒和吸食违禁物品的不良习惯。其次，他的邻居也作证说，案发当晚凌晨1点30分，他听到了从凯文家传来的激烈争吵声，这些都与戴安的描述基本一致。有了这些发现后，警方马上对凯文进行了第2次审讯。这次警方重新对他提出了一些问题，他们家附近就有快餐店，为什么要花费40分钟才回家？还有那个可疑男子是谁？凯文表示，当晚他确实去了家附近的快餐店，但是由于没有符合自己口味的汉堡，所以他又去了一家较远的店铺。案发那晚出现的那名可疑男子身材非常健硕，当时他站在一辆黑色面包车旁边，这名男子在看到他经过时故意低下了头，所以他并没有看清楚这个男人的长相。凯文的解释显然没有让警方满意，随后他们又进行了测谎。测谎结果表明，凯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并没有撒谎。
虽然凯文通过了一系列测试，但是警方也没有完全相信他，因为他是一名现役军人，很有可能有能力骗过测谎仪。为了验证凯文究竟是不是凶手，警方拿出了一直没有检测过的体液进行了血型对比，结果表明体液与凯文的血型完全匹配。到这里，警方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。随后凯文因1级谋杀和谋杀未遂2项罪名被警方逮捕。1980年10月，案发的1年后，此案进入了审判流程。在法庭上，控方以酗酒和吸食违禁物品作为切入点，把凯文塑造成了一个家暴成瘾的丈夫形象。那份与凯文血型一致的检测报告也被呈现了出来。作为控方最大的证人，戴安也出现在了庭审现场。他声泪俱下地向陪审团讲述了案发当晚的全部经过。凯文的辩护律师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他们认为戴安由于脑损伤的原因丢失了真实的记忆，事后的回忆可能掺杂了一些别的因素。还有就是两人是合法的夫妻，在妻子的体内发现丈夫的体液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。这起案件在经过1周的审判后，陪审团最终做出了裁决，凯文因1级谋杀和谋杀未遂2项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。在被定罪后，凯文就被关进了戒备森严的索莱达监狱。这是座关押着许多重刑犯的监狱，里面的犯人有着自己的等级制度。刚入狱后不久，凯文就遇到了麻烦。一些囚犯在听说他的犯罪原因后，对他的行为嗤之以鼻，甚至还有人想要结束他的生命。面对这种威胁，凯文不得不奋力反抗，为此他没少遭到狱警的惩罚。在服刑的8年里，凯文坚持不认罪，他通过律师多次提起了上诉，可是直到他用尽了最后一次机会，也没有等来再次开庭的结果。看到上诉无望后，凯文彻底放弃了，他转变了之前消极的态度，开始尝试适应这里面的生活。在服刑了10年后，凯文获得了一次假释的机会，但是这个出狱机会很快就被他拒绝了，因为如果要通过假释走出监狱，那他必须要承认犯罪。凯文宁可死在监狱里，也不会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他又先后拒绝了4次假释的机会，这个行为让他的家人非常不理解，同样也让奥兰治县的地方检察官注意到了他。时光飞逝，转眼来到了1996年，随着侦破技术不断的发展，一场针对全州范围的悬案调查行动正式拉开帷幕。奥兰治县的警局在接到任务后，也开始着手这项工作。他们首个调查的就是当年发生的那5起针对女性的犯罪事件。在对所有案发经过了解后，警方又重新注意到了戴安的案子，原因还是和一开始调查的那样，戴安的遭遇和这5名受害者实在太相似了，而且其中一位叫黛波拉的受害女性就住在戴安所居住的社区，他们的受害时间仅仅间隔了1周。警方认为这一定不是巧合，戴安很可能也是被这名连环杀手所害。为了验证这一想法，他们首先要确定这5起案件是不是由同一人作案。随后他们把5份体液样本做了 DNA 检测， DNA 信息在经过数据筛选后，成功匹配到了一名叫杰拉德的男子。时年41岁的杰拉德曾是一名职业军人，由于他违反了假释条例，目前正在监狱内服刑。在对杰拉德的背景资料调查后，警方惊讶地发现，他不仅身材非常健硕，而且名下还有一辆黑色面包车，这与之前凯文描述的可疑男子特征完全一致。有了这些发现后，警方马上到监狱对杰拉德进行了审讯。杰拉德在看到警方拿出的证据后，非常爽快地承认了这5起案件，但是却对戴安的案子矢口否认。这个结果是警方早有预期的，随后他们改变了态度，采取了攻心策略。警方对杰拉德说道：“你这辈子做了很多坏事，现在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，希望你好好珍惜。别忘了你曾是一名军人，做了错事就该像个男人一样主动站出来。”警方的这番话击中了杰拉德的软肋，经过几分钟的考虑后，他主动承认了这一切。根据杰拉德的说法，案发那晚他在开车寻找作案目标时，突然听到了街对面的房子里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。透过窗户，他发现戴安正在和丈夫吵架。原本她没打算对戴安下手，因为她的丈夫还在家。可是就在她准备离开时，没想到凯文气冲冲地走了出来，门都没锁就直接上车离开了。这个机会她肯定不会错过，于是马上拿了一根木棍走进了戴安的家。戴安在看到他后，以为是凯文回来了，还问了一句：“是凯文吗？”不过他没有回答戴安的话，就直接对他实施了犯罪。杰拉德的口供让警方非常满意，因为他说的所有细节都与案发现场的情况完全一致。现在警方已经有了他的认罪口供，
接下来他们需要核实最重要的 DNA 证据。经过 DNA 对比后，最终确认戴安体内发现的体液来自杰拉德。比较巧合的是，杰拉德和凯文都是 O 型血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之前的对比中，凯文与体液血型一致的原因。1996年，案发的17年后，此案再次开庭。在法庭上，杰拉德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，最终他因6项谋杀罪和1项谋杀未遂罪被判处死刑。凯文在经历了16年牢狱生活后，也在同年被无罪释放。恢复自由身后，他拿着政府赔偿的62万美元搬到了密苏里州，开启了新的生活。时隔10多年后，这起案件最终得到了公正的审判，但是戴安到现在仍然认为凯文并不是无辜的，是他和杰拉德合谋犯下了这起案件。对于戴安的说法，凯文表示理解，他也一直没有怨恨过戴安，因为确实是他没有锁门，导致了这起悲剧的发生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